欢迎来到壁话太多。今晚我们要聊一个千年未解的谜团——李白。他是历史上最浪漫、最狂放、最会写诗，也最会喝酒的男人。有人说他醉死在月光下，有人说他病死，有人甚至说他是被刺死的。你相信哪个呢？所有关于李白之死的传说都绕不开一个词：醉。说法最多的是他喝醉了后，看到江中月亮晃悠悠地飘着，竟然伸手去捞，然后就掉进水里淹死了。这种死法太李白了，浪漫的离谱，也离谱的不太真实。你细想想，这人都60多岁了，腿脚也不太利索，怎么可能真就为了一个倒影跳河？而且他一生漂泊江湖，喝过无数次月下酒，为什么就这一次没撑住？更关键的是，他死的那年没有明确记载，连确切地点都众说纷纭。那问题是，如果真是病死或醉死，这么轰轰烈烈的一生，为什么最后却留下一个模糊的结尾？李白一生太精彩了，结局却像被人故意盖了章，模糊处理，不合理，不合理的很刻意。这就不得不让人开始怀疑，是不是他死的不方便讲，所以后人就编了个醉死月下这个既浪漫又无害的版本。不过我们先不急着下定论，要搞清楚一个人的死，得先搞懂他的一生，尤其是他做过什么，得罪过谁，留下了哪些不能说的痕迹。李白不是一般人，他是那种人未到升仙道的存在，走哪儿都得有人说一句，他就是那个李白啊。哎，对，就是写诗不要命，喝酒没底线，骂人还押韵的那位。他的诗流传至今，读着就像打开了一个人的朋友圈。今天在长安喝大了，明天去庐山散心，后天想当宰相，大后天说朝廷太无趣。他不仅写风景，还写理想，写愤怒，写挣扎。他像是拿一根羽毛在风中写诗，却用的是千斤的力气。他成了后人心中那个理想自我，潇洒、自由、不屈、不跪。这种人设如果放在唐朝的官场里，会是个什么样子？别说放在唐朝，就算放在今天，他也很容易变成人缘不好的那种类型。他耿直，他骄傲，他从不拐弯抹角，也不看人脸色。这样的人一旦混进了宫廷，结果你猜会怎样？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逆着时间的河流，回到李白还没变成诗仙之前的那个瞬间。他出生的时候，唐朝还正当盛世，一切看起来都充满希望。可是那时候没人会想到，这个婴儿长大后会成为整个时代最响亮的声音，也会成为那个连死亡方式都成了谜的人。我们不是简单回顾一段历史，而是揭开层层叠叠的诗意包装，去看那个真实的李白。他真的那么潇洒吗？他真的活得自由吗？还是说那些喝酒吟诗的背后，其实是无路可走的愤怒和挣扎？我们不信传说，只信细节，不造神，也不贬神。我们要做的是还原一个可能被故意模糊掉的真相。别着急，谜团才刚开始，我们才刚刚打开故事的第一页。李白的出场不像一般文人，没有科举出身，也没有祖上荫蔽，他仿佛是被唐朝这片土地自己选出来的人。他出生在碎叶城，也就是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一带。别急，不用打开地图，你只需要知道那地方离长安很远，几乎可以说是边疆。这种出身在当时意味着什么？不是胡人，也不是正统汉人，他是个异类。但这种异类反而给了他某种自由，没人指望你守规矩，那你就干脆别守了。
李白小时候就在四川长大，书念得极快，诗背得飞快，还特别能记事。别人还在识字，他已经在写天生我材必有用。他读楚辞读得入迷，一边背屈原，一边幻想自己将来也要举世皆浊我独清。问题是，他真把这种话当真了，不是写着玩，而是拿来当做人的原则。你以为他浪漫，其实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，骨子里藏着一个要改变世界的心。少年李白做的第一件大事，不是写诗，而是拔剑。他学剑多年，手法刚猛，一度想走武侠路子。他想象自己是那种一剑光寒14州的侠客，手持清风，惩恶扬善，然后再顺手写首诗，美得像电影。江湖对他来说，不只是风景，而是试炼。他一路走遍长江、洞庭、庐山。他说自己是谪仙，可那时他明明是个候补英雄，满脑子想的是封侯拜将，出将入相。但问题是，他诗写得好，剑耍的也还行，就是没人请他当官。为啥？因为没走科举。唐朝是个讲制度的朝代，再有才也得过考试。李白不屑于考，说那种考试不过是写点应景八股，他不愿浪费灵魂写那种诗。结果就是他不愿低头，朝廷也不伸手。他和体制之间总隔着一层无形的玻璃。他想找机会破局，所以开始游历，见谁就送诗，见谁都说想辅佐民主。他靠作品当敲门砖，可惜敲了很多门，没一个开的。有人觉得他太狂，有人觉得他太怪，有人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疯子。他在安徽、河南、山东一带跑了一圈，名气越来越大，但始终没有官位。但他也没急，因为他知道机会总是给那些声大的人。他开始用诗刷存在感，像今天刷短视频一样，一天一首，处处留名。他会在黄鹤楼上高吟，会在岳阳楼下饮酒，会在庐山瀑布前站成背景板。他把诗写在风景里，也把自己写进历史里。他知道，只要自己够炸，迟早有人听到。而这时候的李白也结婚了。他的第一段婚姻很低调，娶的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姑娘，过了一阵相对安稳的生活，但安稳不是他想要的。他的内心始终有一团火，那团火不是为家庭烧的，是为天下、为大唐、为那些他还没遇到的知音烧的。第一段婚姻也就这么结束了。他不怕流浪，只怕浪费；他不怕孤独，只怕无用。而他的第二任妻子就不简单了，是徐府千金，门第显赫。这一段婚姻给了他短暂的上层通道，但也让他开始意识到，上层社会并不欢迎一个狂人。他发现自己和这些规矩人格格不入，他不喜欢应酬，不擅长逢迎，也不屑结党营私。他走进了圈子，又很快被圈子排斥。但他没回头，他越写越放肆，越写越狂。他在诗里喊出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。这句话不是给别人听的，是喊给自己壮胆的。他不怕失败，他怕庸碌；他不怕流浪，他怕忘记初心。他要当的不只是诗人，而是那个能用文字扭转乾坤的人。这时候他的名字已经传遍大江南北，成为文人圈的超级 IP， 但他自己知道这还远远不够。他要的是入朝为官，是辅佐明君，是让诗成为利剑，让笔锋成为战马。而这个机会很快就要来了，一个叫玄宗的皇帝开始注意到他了。
这正是故事的拐点。李白不再是流浪者，他即将踏进权力的中心，而这一步既是梦想的开始，也是命运的陷阱。李白人生的第一次剧烈转弯发生在他40多岁那年。玄宗皇帝听说了他的名声，说有个叫李白的家伙，诗写得像神仙，性格像风雷，人称谪仙人，不请来见见可惜了。于是就有了那一封诏书召见。一纸飞来，李白整个人都变了。他不是那种会表现得惶恐受宠的人，接旨那一刻他估计是笑着的，笑得像多年的愿望终于有人听见。于是他穿上干净衣裳，背着自己那几千首诗，风风火火地进了长安。长安那时候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，宫墙深深，道路笔直，文人雅士聚集，权贵如云。李白站在那宫门前，也许心里想的是，我李白终于来了。他对这个城市既憧憬又不屑，他渴望入世，却也准备好随时翻脸。他不是来讨生活的，是来改变游戏规则的。玄宗第一次见他，果然被他镇住。一个诗人，长得也不差，说话又直又快，声音洪亮，眼睛里有光。玄宗当场要他作诗，李白提笔而就，一首接一首，词句飘逸，气势逼人。旁边的宫女太监听得都呆住了，连杨贵妃都忍不住偷看了几眼。这个男人太不一样了，不像宫里任何一个人。他有山河气，他有江湖味，他带着风尘进宫，却一点也不脏。于是李白被留在宫中做翰林供奉，职位不高，但极尊。他的工作就是写诗，陪皇帝聊天，偶尔给贵妃写点好听的东西，听起来很轻松吧？但他很快就受不了了。宫廷生活和他想象的不一样，他以为这里是施展抱负的舞台，结果更像是个高级写作营。所有人都在讨好皇帝，所有话都得说得圆润含蓄，所有行为都藏着算盘。李白一开始还能忍，后来越来越烦。别人写诗为表忠，他写诗像放炮。他有一首诗直接写：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。你想想，在宫里写这种话，等于说我不是你们这种人。更夸张的是，他经常喝醉了上朝。有一次陪杨贵妃喝酒，喝着喝着就坐在地上大喊大叫，说这个酒不够烈，要的是烈酒、烈人、烈情。他还让高力士脱靴，那个高力士可是皇帝最宠的大太监，相当于今天的首席秘书。被当众羞辱一回，从此记恨在心。还有人说，李白有一次酒后上朝，直接对玄宗说：陛下的词写得不如我的诗。玄宗没发火，但从那天起，李白的热度明显下降。皇帝喜欢他，但更怕他。他太不稳定，也太不听话。朝廷不是江湖，宫里不是酒馆，这地方需要的是听话的人，不是刺头。再加上高力士和权臣们天天在耳边吹风，说李白才有余而实不足，狂傲自毁，玄宗也开始动摇了。他没直接赶他走，而是温柔的下架，不给新任务，不再召见，慢慢淡出视线。李白也很快明白了，他不是那种看不懂脸色的人。他知道自己终究不是这座城里的人。他来是带着理想来的，他走是带着失望走的。他没等被正式罢官，而是自己卷了东西告别长安。他说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，表面是看不惯就走，其实内心是无力留下。这一次出京对他打击极大，
他以为这是一场入朝圆梦，结果是一场文化碰瓷。他把自己的理想当成信仰，别人却当成笑话。他在长安没混出官职，却留下了一堆流言。他想用诗改变世界，最后是世界把他变成了笑谈。离开长安后，他变得更孤独，也更狂。他开始频繁饮酒，写下那些最有名的诗：将进酒，庐山谣，夜泊牛渚怀古。这些诗不只是美，是在宣泄。他像一个被时代误解的天才，用每一句诗拆解自己的失败。他没有崩溃，却在慢慢坍塌。他不再求是，不再进攻，不再说愿为国家出力。他说的是：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很多人喜欢他这个阶段的诗，说更有仙气。其实那不是仙气，是心灰意冷。他被朝廷打了一耳光，从此带着痛去浪迹。他仍然游历，仍然写诗，但从此以后，他不再相信仕途，只相信师徒。但历史不会轻易放过他，虽然他试图远离政治，但时代的大浪还会再一次把他卷进去。只是这一次，他将不再有机会抽身，而是会被彻底拉下水。李白离开长安那年，天还是晴的，心却已经阴了。他像是被盛唐抛弃的孩子，原本以为能在权力中心发光发热，结果只换来一身伤痕和一堆传闻。但他没停下脚步，他继续游，继续写，继续喝。他把失望当柴火，把诗当刀锋，把世界当一场看不惯但又舍不得的梦。他去了庐山，写瀑布；去了洞庭，写水天；去了黄鹤楼，写云归。他写下的每一首诗，读起来像自由，其实是逃亡。这个阶段的李白看似潇洒，其实很拼。他一边高唱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，一边还在四处结交名流，希望东山再起。他不甘心真的就此老去。他知道自己失明正盛，他想趁热打铁再搏一次。于是他开始尝试另一种方式，那就是结交权贵。他不再指望皇帝亲自赏识他，而是转向地方势力和有野心的王爷们。就在这个节点，安史之乱爆发了。那是一场彻底撕裂大唐的内战，一边是唐玄宗的皇权，一边是叛将安禄山的大军。盛世崩塌，从前高高在上的朝廷忽然变得风雨飘摇。这个时候，很多人都在选边站，有人逃，有人藏，有人投机。李白也必须做选择，而他选了一个看起来正确的人，这人便是永王李璘。永王是谁？他是玄宗的儿子之一，在南方有兵有地，是当时少数几个手握实权还能代表皇室的人物。永王一开始打出的是秦王旗号，说要帮皇帝平乱，匡扶社稷。很多人相信他，李白也信。他觉得自己终于等来那个愿意听他话、尊重他、愿意用他的人。于是李白加入永王幕府，成了文胆。这一加入，命运就彻底改写了。因为没过多久，永王的秦王变了位，他开始自己称王，做事越来越像割据势力。朝廷察觉不对劲，立刻下令围剿。李白这个站错队的诗人被一锅端了，他不是主谋，却成了参与叛乱的同谋。被抓后，他被判流放夜郎。夜郎在哪儿？今天的贵州西部是当时最偏最远的蛮荒之地，从长安出发得穿山越岭，渡江过河，一路走半年。对一个年过半百的文人来说，简直是放逐，是折磨，是慢性死亡。
但更痛的是精神上的打击。他不是因为贪腐被流放，不是因为荒淫被流放，而是因为太想报国被流放。荒唐吗？可这就是现实。李白流放的路上，没人同情他，朝廷觉得他咎由自取。文人圈一部分人开始和他划清界限，生怕沾染祸患。他走得很孤独，脚下是泥泞，心里是沸腾。他说自己仗义直言，却被当成乱臣；他说自己辅佐民主，却成了逆贼同党。就在这生死关头，一个转机出现了，有人替他说话了。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当时鼎鼎大名的诗人。他是宋之问的外孙，宰相李光弼的门生，江南显贵，总之一通关系网很复杂的人，张良臣。他向朝廷上书，说李白只是文人，不懂政治，不应判得那么重。再加上很多地方士绅也联名上书为他求情，朝廷最终松口，赦免了李白。李白逃过一死，被允许返回中原。这个时候，他的名声其实更大了。一个被流放的诗人，居然还能活着回来，还带着一身逆流而上的故事，这在当时简直是自带光环。但李白自己知道，他的心已经破了。他不再相信权力，不再寄希望于朝廷，也不再想博一个功名。他开始重新回到江湖，他在江南四处漂泊，住在朋友家、寺庙里、渡口边。他写的诗越来越轻，越来越空，越来越像在和自己说话。他曾经想改变世界，如今只想在世界之外留下一个背影。他不解释，也不辩解。他说：“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”这不再是张狂，是某种超脱。但现实并不让他彻底安稳。他年纪大了，身体开始出问题，风湿、胃病、牙疾一个个找上门。他写诗的时候，已经没有当年的那种笔锋带电的气势了，但还是有人觉得他写得更美了。其实不是更美，而是更远。他的诗已经脱离现实，开始在梦里飞，而这梦终究要醒，而梦醒之后，留给他的只有那个最后的夜晚。那个夜晚，他在哪里，和谁一起，喝的那杯酒是谁斟的？从夜郎被赦免回到中原，李白像是被命运洗劫过一遍的旧将军，盔甲还在，但伤痕累累。他曾是盛唐最浪漫的声音，现在却只能靠朋友接济，靠诗会温饱。他不再提报国，也不再说建功立业，他开始四处流连，在江南各地做起寄居诗人。今天在这位文士家住几天，明天去那位知己家喝几杯。他变得安静，却没真的平静。他仍然写诗，只是内容越来越虚幻，越来越梦境，像是在给自己画一条通向理想国的船。他没有固定住所，也没有真正的归属，他到处漂泊，像一片随风落下却始终找不到土壤的落叶。有一年，他去到当时的金陵，也就是今天的南京，在秦淮河边住了几日。那儿文人多，酒楼多，风流事也多。李白在这里喝了不少酒，写了不少诗，也结识了一些后辈粉丝。但即使身边人把他当神供着，他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狂了。一个年过60的男人，再狂也是低调的狂。他的锋芒藏在笑里，藏在句子后。那个时期，他和杜甫还有过几次往来。杜甫已经是半隐居状态，生活不易，却一直把李白当诗中仙。他们写信、诵诗，互相致敬。有人说，如果李白是天上的雷，杜甫就是地上的火，一个奔放，一个沉稳，一个像浪花卷过唐朝，
一个像水滴穿透时光。他们从未真正同行过人生，却彼此理解彼此的孤独。李白曾在信中提到，他身体越来越差，走路多了会喘，晚上常咳，可他不愿让人看见虚弱。他还是会登山望月，还是会独酌成篇，只是那些月亮和清风不再是浪漫的符号，而是陪伴他对抗孤独的影子。他有一晚在庐山脚下写道：青山不厌三杯酒，长日微笑一举起。看似闲适，其实是无奈。他太清楚自己是被这个世界温柔放逐的人。他曾想回四川老家，却走到一半就折返了。他说那里山太高，水太冷，怕自己最后死在老家之外。可别人知道，他其实舍不得那片他年轻时出发的地方。李白这一生，从来都是背对故乡走，那片土地承载的是少年的梦，他怕现在回去，会连梦也没了。晚年的他也曾想过归隐，他在宣城住了一段时间，四面环山，水声潺潺。他说这地方像世外桃源，说想在这里买块地，搭个草屋，写诗钓鱼，种菜为乐。但他终究没买地，也没住多久，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归隐型人格，他不甘于静，也静不下来。他的灵魂太躁动，需要人群，需要故事，需要冲突。他不是真的想隐居，他只是走累了。这一年，唐朝依旧在混乱中修补自己。安史之乱虽然过去了，但伤口还在流血。皇帝换了几轮政策摇摆，整个社会像是病后初醒的老人，精神涣散而疲倦。这样的时代不再需要李白这样太响的声音，大家想听温和的、谨慎的、中庸的，而不是他那种笑对王侯、醉斥时局的声音。李白开始意识到时代已经不再等他了，但他并不悲观，他从没指望这个世界为他改变。他写诗不是为了被喜欢，而是为了自己能活得像自己。他说不知乘月几人归，落月摇情满江树。这是他晚年的诗，像是写给别人的叹息，其实是在问自己，如果这一生只是来乘一次月光，那我是不是已经不虚此行？就在这一年的秋末，李白来到了当涂，是一个地处安徽的江边小城。当涂不大，但有山有水，有老朋友，有旧回忆。他在这里找了个落脚的地方，住进了旧时李阳冰的家中。李阳冰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，也算是他最靠谱的朋友之一。他们聊字、喝酒、写诗，有时候什么都不做，就坐着看月亮。李阳冰后来回忆说，李白晚年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夜坐饮酒，不是为醉，只是觉得那时候的江风最安静，月色最动人。他会在那种时候说出许多别人听不懂但又觉得好美的话。他说月亮不是白的，是凉的；说江水不是流的，是淡的；说酒不是喝的，是活的。就是在这样的节奏中，李白迎来了他人生最后的夜晚，没有剧烈波澜，也没有英雄落泪，就像一盏酒缓缓饮尽，像一首诗慢慢写完。可谁也说不清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真的是睡梦中醉死，还是那杯酒里藏着谁也不愿说的安排？如果他只是病死，为什么没有任何的病历记录？如果他真的是醉死，那晚陪他的人又是谁？他的最后一首诗是什么？他有没有留遗言？有没有人在他走之前听到了他想说的最后一句话？这些问题唐朝没有给答案，后人更没能追清。于是所有人只能猜，只能编，只能信各自想信的版本。但我们接下来要做的
是还原那一夜的可能性，不是为了破案，而是为了尊重。当涂这座小城，是李白一生最安静的归宿，也是最沉默的离场。他的最后一夜就发生在这里。可奇怪的是，这样一位声名远扬的大诗人，他的临终过程却像被故意淡化了一样，没有官方记录，没有目击者证言，连具体是哪天在什么场景下走的都众说纷纭。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，他醉酒后看到江中月亮，以为是真，起身去捞，结果跌入水中，再也没回来。这一版本流传千年，浪漫到让人起鸡皮疙瘩，也离谱到让人怀疑是不是编出来的。先看逻辑，他已经60多岁，不再是那个骑马登山、纵酒吟诗的狂少年了。他那时候身体状况不佳，走路都不稳，还能蹦跶到江边去捞月亮。再说了，他喝酒喝了一辈子，哪次不是对着月亮灌？他连举杯邀明月都写过几十遍，难道那天月亮长得特别像真的吗？而且如果真是掉江里死的，尸体去哪了？有没有搜救？有没有地方志记载有人溺亡？都没有。再看细节，据传李白去世后，他的朋友李阳冰帮他整理遗物和诗稿，却没有提及捞月溺亡这件事，只说先生病重，不治而亡，这才是最早的记载。换句话说，最早的说法是病死，后来的才变成醉死。那就要问了，是谁改的？为什么改？目的又是什么？病死并不丢人，但对李白这样一位诗中战神型人物来说，如果只是病倒在床，无声离世，实在太不符合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了。他不是应该战死沙场或者笑死酒席吗？所以有人说，醉死捞月这件事，也许是后人为了让他死的像他活着时那样而编造出来的。还有一种说法更惊悚一点，说他其实是被赐死。这来自某些私家笔记，说他因为卷入永王案，虽然逃过一死，但朝廷一直把他当成隐患，直到晚年才收尾。这说法听起来像阴谋论，但也有细节支持。比如赦免他的诏书并不彻底，只是从轻发落；比如他晚年一直不被允许离开南方，像被软禁；又比如他的死后处理极为低调，没有国家级的追悼，也没有朝廷级的诗文悼念，这在当时几乎不可思议。一个比他名气小得多的诗人去世，朝廷都要出面发文悼念，而李白这样的大咖居然静悄悄地走了，这事儿本身就不正常。而且更关键的是，他死后连墓地都成了谜，有说在当涂，有说在宣城，还有人说他被火化了，没有尸骨。这些混乱的信息背后，恰恰说明了一点，真相很可能被处理过。但我们换个角度想，哪怕真是被赐死，李白会在意吗？他活得那么洒脱，死法恐怕反倒成了小事。他一生追求的是活得像诗，而不是死得像传记。他不怕死，他怕的是碌碌无为。他曾写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他不是开玩笑的，他是认真的，他真信这一套。所以如果真的是有人安排了他的死，也许他走的那一刻反而是带着轻松的。他这一生拼过了，闯过了，爱过了，恨过了，被捧上天，也摔过泥地。他把大唐的风景、江湖的故事、宫廷的傲慢、百姓的哀愁，全都用诗写进历史。他留下来的不是遗体，而是魂。人们想象他最后是对月而坐，独饮3杯，低头不语，然后微笑着闭上眼睛，江风拂袖，月色如洗。谁也不知道他最后看到的是哪一段记忆，
是长安宫墙外的钟声，还是少年拔剑的身影，还是江边那个始终捉不到的倒影？他在生命尽头，也许终于不再挣扎，不再发问，只是接受，接受一切未尽、未了、未达。而捞月的传说倒也成了某种诗意的补全。如果说他生来就是为了诗，那就让他死也留在诗里。月亮在水中捞不到，他在历史里也捞不到。越是捞不到，越是让人想念。他不是被月亮骗了，他是自己跳进去的。他跳进那个他写了一辈子、梦了一辈子、喝了一辈子的月亮里，从此成为他的一部分。而我们现在读他的诗，看的其实不是字，是那个在风中醉着，在历史中走着，在水里笑着的人。李白死了，江湖却没停。他的死在当时没激起太大水花，但后来的每一滴回响都掀起浪涛。他像是提前退出牌桌的玩家，牌没打完，人却走了，剩下的全靠旁人来编。可有意思的是，他一走，反而成了永远的存在。那些原本不太在意他的人，开始翻他的诗稿；那些曾与他同席的人，开始四处讲李白当年说过了什么；那些从未与他谋面的文人，开始自称继承李白风骨。一个被体制排斥的人，在死后变成了文化正统，他成了唐诗的一面旗帜，成了浪漫主义的代言人，成了后世所有做自己者的精神图腾。朝廷最初没给他封号，但几十年后，官方态度变了，开始收录他的诗，进正史，刻进石碑。再后来，李白的墓地突然找到了，地方官设庙塑像，百姓供香上酒，一时间诗仙之名风靡全国。他被封为青莲居士，诗仙李白，从一个曾经被流放的边缘人变成万人朝拜的文化神明。很讽刺吧？活着时被弃如敝履，死后却被恭若圣贤。但也确实难怪，李白的诗比他这个人还自由。他不是写风景那么简单，而是用风景写心，用酒写骨，用月亮写我。你读他，仿佛能看见他走来，披着风，带着一丝浪，几分笑。他的诗不修边幅，像聊天，又像自言自语，偶尔还夹着点暗嘲。比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。这话放今天就是谁稀罕跪着混饭，直接泼辣真实。而在一个官场重规矩、文风讲格式的时代，他这种写法就是异类。可异类恰恰最能打动人，因为他敢说，敢醉，敢不合群。他不怕没朋友，他怕的是没人理解做自己的可贵。他的每一句诗像一颗颗钉子，钉在时代的墙上，不生锈也拔不掉。他留下的不只是七言律诗和五言绝句，更是一种活法。你可以不认同他，但不能不佩服他；你可以觉得他太狂，但你心里知道，这世界就是少他不行。他活得像一场火，烧完了唐朝的文坛，烫醒了后来的无数诗人。杜甫说他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，这是最高的赞美，也是最真实的评价。他的身影也越来越传奇。有人说他死后升天，和嫦娥共舞；有人说他其实没死，而是化成一道月光，每逢农历15就会回来江面走一走。更有人说他其实是仙人下凡，活够了就走了。这些传说荒诞吗？不，比起他活着时的那些事儿，这些甚至都算保守。他活得太不像凡人，以至于人们反而不愿相信他是以凡人的方式死去。李白一生没有一官半职，却有千秋诗名，
他没有固定家产，却拥有最辽阔的文化地盘；他没留下儿孙帝业，却留下满天星辰的句子。他失败了无数次，但没人说他是失败者。他被放逐，被冷落，被污蔑，却从不低头，不求饶，不妥协。他的嘴硬，是因为心更硬。他可以喝醉，但不能被驯服。而正因为这份不被驯服，他才成了无数人的精神依托。有人在职场不顺时读他，有人在深夜孤独时听他，有人在山水之间想他。他像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你内心最不愿被掩盖的那个自己，那个想逃脱规则，渴望自由，哪怕只活一次，也要活得像诗的自己。他活在每一杯月下的酒里，活在每一个不愿妥协的灵魂里。他是喝醉的理想，是狂放的尊严，是自由的原型。如果李白只是一位写诗喝酒的文人，那他早就被时代淹没了。可他偏偏不是，他活在诗里，却死在权力的边缘。他明明已经离开朝堂，却始终摆脱不了政治的拉扯。永王案这件事，是他人生的一个转弯，也可能是彻底锁死他命运的节点。唐玄宗的儿子李林排行不算太靠前，但有兵有地，驻扎在江南一带。安史之乱爆发后，唐朝的权力结构乱了套，皇帝跑路，太子临危登基，地方割据混战。李陵手握军权，自立为秦王，意思是我要替父王清平天下。听起来很忠诚，但谁都知道，这种话经常只是台词，背后藏着的可能是篡位的野心。李白当时在哪儿？就在江南一带游走。永王得知李白在附近，立刻派人邀请他入墓。注意，李白那时候已经被朝廷边缘化多年，心中憋着一肚子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火。永王的邀约对他来说是机会，也是诱惑。他没太犹豫就答应了。从表面看，他只是当个幕僚，写写文告，鼓舞士气，但其实这种加入行为在政治上已经是站队，尤其是在那个风雨飘摇、皇权摇摆的年代，站错队，后果不是失业这么简单，而是掉脑袋。永王举兵北上，但还没走远，中央就看出不对劲，唐肃宗立刻下令讨伐，永王兵败被杀，而李白这个时候就妥妥成了反贼同党。他不是主谋，也不是指挥者，甚至没参与军事，但这不重要。在那个讲胁从易斩的年代，你在反叛势力里出现过，就已经是罪名。他被捕、被押解、被审讯，结果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，被流放到了夜郎。这个判决看似宽大，实则终身标记。夜郎偏僻，远离权力中心，是唐朝处理有争议人物的典型方式。你不能死，但你也别活得太舒服。李白被贬，像是被放逐进了历史的边角，而这一放，就是彻底的告别仕途。有人说李白太傻，怎么就没看出来永王的真实意图？但问题在于，他看出来了，他不是傻，他是宁愿搏一次，也不愿继续沉默。李白不是不知道江湖的深浅，而是他一生都在等那个懂他的人。永王像极了这个人，有权有兵，还愿意听诗人讲政治的人。李白赌了一把，结果输了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他也赢了。如果他当初没答应，可能晚年就默默无闻地死在哪个朋友家。如果他不卷入永王案，他的诗就少了那份血性和命运感。如果他一直漂泊无依，他也不会留下流放夜郎这个千古标签。你可以说他不识时务，但不能说他没担当。
他不是那种见风使舵的人，他认定的方向，不管风多大，他也硬撑。而这段经历也给他的诗歌带来了最深的转变，从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昂扬，到长风破浪会有时的等待，再到行路难，多歧路，今安在的沉吟。他的诗变得更有重量，更带伤痕。那些字句不是简单的词藻，而是命运被锤过后的回声。夜郎流放途中，他身体越来越差，情绪却越来越稳。他写道：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，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。这是自我宽慰，也是某种告别。他开始接受自己不是被需要的那种人，他也终于明白，这个世界并不是非他不可，而他能做的，就是在余下的日子里，把每一口酒喝得不委屈，把每一首诗写得不后悔。李白不是被政治毁掉的，则是被政治无法容纳的。他的存在太自由，他的语言太锋利，他的傲气太真实。他想用诗做旗帜，结果被当作麻烦。他想用才情换舞台，结果被贴上不稳定因素的标签。人们都说他不是失败者，只是一个太早出现的人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种人放在今日也悬。当时的永王案几乎成了他人生最后一次翻盘的尝试，也是最后一次撞上命运的墙。他没翻过去，也没被撞碎，他只是站在那儿，摊开双手说：我来过，我尽力了。而这份尽力，就是他留下来的全部意义。他不是没错，他的错就是不愿妥协。这个世界无法容忍一个不愿妥协的人。李白从未被真正打倒，哪怕是在他最落魄、最孤立、最接近死亡的那一年。永王案败后，他从王府幕僚一夜之间变成朝廷罪犯，被捕、审讯、定罪、流放，一切发生得很快，连他自己都还没缓过神来，已经被押上了前往夜郎的流放路。当时交通极差，山多林密，气候湿重，瘴气丛生。夜郎是名副其实的蛮荒之地，对一个60出头的文人来说，意味着基本判了慢性死刑。但李白不服气，他虽没反抗，却从未认输。他在流放途中留下多首诗，有一首里写道：我本楚狂人，凤歌笑孔丘。什么意思？你们觉得我疯，我反倒觉得自己清醒得很。他被安排从江西出发，穿过湖南、广西，再进入贵州，一路走，一路写，写风景也写心境。写得最狠的一句是：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表面是写离别，实则是对命运的挑衅。他像一个被捆住的老虎，还在张牙舞爪，哪怕没人听也要吼。那些年在江南积累的人脉开始显现，有人给他送信，有人安排食宿，有人暗中打通关系，最后竟真的让他等来了转机。有很多人为他求情，其中一人就是当时在朝中仍有一定话语权的裴骛，也有人说是李光弼，总之是几位与他有交情的权贵出手。唐肃宗迫于各方压力，终于下诏赦免李白，停止流放。这一刻，李白几乎是被从鬼门关拉回，但你以为他会喜极而泣，感恩戴德，并没有。他在赦令下来后写诗说：我虽活下来，可这一路的委屈，这些年的被误解，谁能听得懂？他折返回中原，途经洞庭、岳阳、庐山等地，那些地方原本是他年轻时吟风弄月的诗中圣地，现在成了他疗伤的站台。他不再奔走，不再想仕途，也不再写投名状，
他写的是自我，是叹息，是一种终章感。他写道：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。这不是哲学，是经验。他活明白了。他的生活方式也变了，他不再四处社交，开始平凡独行。一个人登山，一个人泛舟，一个人对月。有人说他变孤僻了，其实不是，他只是再也不想解释自己。人到晚年，有时候最大的尊严就是沉默。他还做了一件事，就是整理诗稿。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，他想把能留下的都留下，把那些被散落、被删改、被抄错的诗重新收集。他跟李阳冰说：你有笔有碑，把它们刻下来，别让人乱改。这不是在保明，而是在保真。他希望后人读到的李白是他自己，而不是别人剪裁后的版本。但整理过程并不顺利，诗太多，手稿零散，甚至有些早年写得已找不全。李白一边回忆一边默写，写完就说：这句我年轻时候写得真冲。有时他会删，有时会改，有时干脆重写一整首。他不是完美主义者，他只是想对得起自己。身体却每况愈下，他胃病严重，风湿加剧，手指也开始抖。他最痛苦的不是病，而是写字越来越慢。他曾说：笔下风雷不再，实为人生憾事。可哪怕这样，他也写。他说：我不写是天理难容。他晚年的诗多了安静，少了锋芒，却不缺力道，像一道河流，少了激浪，却更深了。他写道：尘世难容我，我自有山林，这是决绝，却不悲凉。他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，不在朝堂，不在江湖，就在心里那座无人之境。他也常说起过去，他说：最开心的是少年时夜游洞庭，最后悔的是进宫太快，最遗憾的是没能真喝醉一次。有人问他：你一生得意时刻那么多，怎么还说遗憾？他笑了。得意的是他们觉得我得意，实际不过是我硬撑。就是这样一个男人，快走到生命尽头，还不愿示弱。他把自己的落魄过成了风景，把伤痛写成了浪漫。他不求名，不求解，不求清白，他只求一句话：我来过，我写过，我不后悔。而夜郎流放这一章，成了他人生最荒诞也最真实的一笔。被打入深谷，却仍昂头吟诗，谁能做到？只有李白。李白被赦免之后，不再高调，不再频繁结交，不再投诗邀赏。他像脱下战甲的将军，只剩下一把酒壶和一支笔，随便在哪个小镇坐下，就能待上数月。但他也没闲着，他开始频繁写诗，只不过不再是写给皇帝，写给贵人，而是写给自己，写给山，写给江，写给月。他变得内敛，变得少言，但笔下的东西反而更丰富。他早年的诗像烈酒，一口下肚，热血沸腾；晚年的诗像老茶，喝起来清苦，却回味无穷。他写道：朝事闹如麻，我心如止水。这是退场者的自我宣言，也是他与时代彻底分手的证明。他没在试图改变世界，而是专注于保留自己。他写了很多风景诗，看似在写山写水，其实全是心境。他在黄鹤楼写故人西辞黄鹤楼，是在写离别，也是在写自己与盛唐的断裂。他在庐山写飞流直下3000尺，仿佛仍有少年气势，但其实只是一句我还记得曾经的我。他的笔下不再争，不再喊，却更有力量。
李白的朋友越来越少，来往书信也渐渐减少。他开始习惯一个人生活，独来独往，偶尔进酒楼，偶尔进寺庙。他不是避世，而是对人情冷暖已看透。一个从万人追捧跌入冷清老年的人，若不是心硬，早就崩了。但李白不同，他把孤独过成了风景。他说：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夜看尽长安花。那是过去，而现在他更喜欢独钓寒江雪。有人说他变了，不再锋芒毕露，变得温和内敛。也有人说他是老了，不折腾了。但真懂他的人知道，那不是变，那是通透。李白没放下理想，只是不再期待别人懂。他曾对朋友说：我写诗不为功名，我活着只为不辱此身。这样的话，别人说出来可能是装，但李白说出口就是一种彻底的自洽。他最后一次出远门是去金陵，那次旅途中他病倒了，在朋友家养了数月，身体越来越差，牙不好，胃疼，咳嗽不止。别人问他怎么样，他说：病是常事，人中有别，像在说身体，也像在说人生。这段时间他写了很多结尾感极强的诗，每一首都像在告别，但他写得太自然，太平静，让人分不清他是真的告别，还是只是一次阶段性散场。他在当涂住的最久，这里没有朝廷使者，没有文坛喧哗，只有几个真正愿意陪他喝酒的老朋友。他们知道，这个男人曾想改变大唐，曾想扶持民主，曾想写出让千年后的人读了也流泪的诗。他们也知道，现在的李白不再需要掌声，他只需要一壶清酒，一个能听他胡说八道的朋友，一轮月亮就够了。当涂的百姓对他并不陌生，有人常在河边看到他撑船，有人在酒楼遇见他独酌，还有人看到他对着月亮长叹一句今夜谁与共，却没人敢接话。他是那种看得见却靠不近的人，他不拒人千里之外，但也不让人靠太近。他活得像风，路过就走，停留只是偶然。他也开始偶尔回忆，不是念旧，而是检视。他会说起长安，说起永王，说起少年提剑的那个自己。他不责怪任何人，也不后悔。他说：若不是那样活过，我怎会写出这些诗？这句话一出，所有争议都哑口无言。有人说李白其实没混好，最后落个孤独而终。但谁说混好就一定要在权力里死去？谁说成功就必须有人记得你的头衔？李白从不在乎这些，他要的是活得像自己，而不是死得像别人。李白回到当涂后，很少再写我想入仕的诗了。那些曾经让他激动到通宵难眠的官位梦，如今不过是过眼云烟。他不再说匡扶社稷，不再提辅佐民主，连那句天生我材必有用也逐渐淡出他的笔墨。他写的更多的是水、山、孤舟与夜色。他仿佛在提前告别，又像只是终于学会了安静的活。有人说他沉寂了，其实不是，他没有沉寂，只是清醒地选择闭嘴。他见过太多嘴巴跑得快，脑子还在后头的事，也吃过不少不合时宜的亏。他明白，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说话，而是不必说话。他用沉默挡住了质疑，也用沉默保护了自己。但这种沉默让人开始察觉不对，原本一开口就能震动半个长安的人，居然一整月都没有新作。他不再与人争论，也不再在诗会上高谈阔论。他坐在江边，一口一口慢饮，仿佛已不再需要听众。他的笔好像被风收了风，他的诗从此变成了一盏灯，
不再照亮别人，只为自己留盏光。这种变化不是骤然发生的，而是一种有迹可循的脱壳。他卸下了诗仙的壳、狂士的壳、时代刺头的壳，留下一个更真实的自己，一个被江水冲刷到只剩骨头的灵魂。这个灵魂安静却也固执。李白不愿再写应酬诗，也拒绝替地方官歌功颂德。他说：“我已不欲再试金玉以悦耳。”翻成白话就是：你们的套话我不想再写了。偶尔也有人找上门，希望他重出江湖。他说：“江湖不是我不出，是我早已在。”听起来像句绕口令，其实是一种通透的看破。他不想再上大江大河的舞台演主角，只愿做岸边那个看水人。他的心已远离权力场，他的眼里只剩下那轮反复升落的月亮。他常独自泛舟，有一次顺着长江漂流，一口气喝了整壶酒。有人问他：“你看见了什么？”他答：“江水里有我前生。”那人不懂，又问：“那你这一生算什么？”他轻声说：“借来用的，轻描淡写，句句扎心。”身体确实撑不住了，咳嗽日渐频繁，手指偶尔抽痛，连写诗也需歇一歇再提笔。朋友劝他请医，他摇头笑道：“医得了身，救不了心。”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却一点也不慌。他说：“若真有仙，就请他现在来接我；若没有，那我便乘月离开。”李阳冰是他最后真正信任的人，他们常在饭后一起在屋前喝酒，有时什么也不说，只看水流。有一天，李白忽然说：“我觉得我快要走了。”李阳冰一惊，问他为何。他答：“我最近梦见自己站在月亮里。”这听着像玩笑，说出来时却带着一种少年才有的认真，像极了当年那个仰望星空写诗的他。李阳冰把那天记进了笔记。他说：“那夜风很轻，月亮特别圆。”李白坐在石凳上，披着薄衣，眼里倒映着水光。他不咳嗽，也不饮酒，只是安静地望向远方，像是在等谁，又像是在听谁。他没在说话，也没在动笔。那一夜，他沉默得像整条江。之后，他就真的失声了，不再写字，不再言语。他像进入了一种只属于诗人的沉睡状态，仿佛只有梦里的句子才值得说出口。他的目光变得遥远，有时看天，有时看水，偶尔盯着酒杯，却不喝。你能感觉到他还清醒，但已不在人间。李白死后，当涂的江水没有停，月亮照常升起，但整个文人圈却像突然安静了一阵。那是一个标准的人走茶凉的时代。没人愿意为一个早已失势又没有官职的前诗人站出来说话。他没有朝廷的祭礼，也没有立刻竖起的碑铭，更没有那些赐诗赐爵的排场。他就那样悄悄离开，也悄悄被搁置，一度几乎被历史忘记。连他的葬地也曾一度成谜，有人说他埋在当涂，有人说在宣城，还有传言说他客死途中，甚至来不及下葬，被江水送走。但最早留下李白墓记载的确实是当涂，是当地百姓自发在江边立了一块小碑，上面只有几个字：诗仙李白之墓。简单到近乎草率，却正是那块小碑，后来被一代又一代文人拓印、重写、翻修，最终成了今天我们熟知的李白墓。那时候没人预料到，这个死时无人送别的诗人，会在千年之后成为中国文坛永恒的神。他的诗开始被重新整理、传抄、解读。他的生平被一遍遍讲述，从出生、入京、放逐、醉酒，
到辞世，每一段都被赋予了传奇。他不再是一个过气文人，而变成了一个回到天上去的谪仙。这种神话并不是一夜发生的，而是在时间和诗意的反复淬炼中缓缓发酵。一开始只是有人说李白才高八斗，后来变成了文心下凡。有人说他爱酒成性，后来叫他酒中仙。从剑气纵横3万里到诗可入圣，一步步的把他推上神坛。但越是被神化，也越显出一个现实的尴尬。李白在世时几乎从未被真正理解，而他死后却被无数人按需解读。他的诗之所以能穿越千年不老，不是因为技法有多复杂，而是因为他写的是真话。他敢写我就是不想伺候权贵，敢写我一醉解千愁，敢写我想飞起来。那些话很多人不敢说，他说出来也从不怕后果。他的文字像一记重锤敲在人心上，让人在喧嚣中突然安静3秒。你也许没流浪过江湖，但你一定懂那种孤独的活着还不想妥协的滋味。最有趣的是，那些当年贬他、弃他、冷待他的人，后来全都成了懂他的人。朝廷悄悄地把他的诗编入文集，地方官开始以他为主题搞文化工程，连书院也立起了李白像。这个当年走到哪儿都不被欢迎的人，如今到哪儿都是荣耀。是他变了吗？不是，是别人终于慢慢赶上了他。李白死后，第一个真正为他发声的人是杜甫。杜甫写道：痛饮狂歌空度日，飞扬跋扈为谁雄。听起来像批评，其实是最深的惋惜。他知道李白有才，也知道李白的才一直被浪费。他不是空度，而是无人赏识。那样的天赋若被正当对待，唐朝也许会多一份诗意，少一分遗憾。但历史总是不缺天才，缺的是识才的人。李白的死成了后人心中难以绕开的精神议题。无数文人思考，如果我像李白那样活，会不会也像他那样死？于是有人选择妥协，有人选择沉默，也有人选择至少试一次。李白变成了他们心中那个永远第一个冲出去的人，哪怕明知结局是孤独，是失败，也不改初心。而对普通人来说，李白更像是一种做自己的许可。他在告诉你，你可以不完美，可以不成功，可以不合群，但你要真实。你可以不在体制里发光，但你不能在体制里熄灭。他不是被世界拥抱，而是张开双手，把世界当作远方。李白的最后一页是谜中的谜。我们讲过他的命运起伏、人生转折、死后的回响，但真正让人放不下的是那一晚的细节。他在什么地方，与谁为伴，喝了哪一壶酒，说了什么话，又是如何在月下闭上双眼。按史书最温和的说法，李白病逝于当涂，在老友李阳冰家中，无剧烈病痛，无突发变故，只是身虚体弱，积劳成疾，睡梦中自然离去。而这又恰恰不符合他的一生，他活得那么浓墨重彩，最后却像一滴墨，悄无声息地晕进白纸，显得太寡淡。于是醉酒捞月的版本横空出世，这一说法广为流传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太符合诗仙该有的死法。这个故事太完美了，完美的像是后人为他设计的结局。因为如果他只是病死，那太普通了，不足以承载喝最烈的酒、写最狂的诗、活最疯的命的李白。但若他真醉死江边，尸体又为何无迹？当涂志、墓志铭、唐代奏文都没有提到。
溺亡，只有卒于病3个字一笔带过。还有一种说法流传不广，却细思极恐，他不是病死，而是被沉没的。永王案的余波未平，朝廷对他始终不放心，于是悄悄安排了善后。这个善后你懂的。这种说法没有确凿证据，但有冷静的逻辑。李白死后，朝廷态度极冷，既不追封，也无哀荣，甚至他的诗集一度未被纳入国典。就连一个清廉的五品官死后都能得体面。李白失名盖世，却无人出面悼念，这太不寻常。那一夜到底有没有外人？他是否服用了什么？是否有人陪他喝完最后一壶酒？有没有哪句话被封存？这些无从查证。但我们可以从他的性格、行为、晚年的精神状态，去推测他在生命尽头最可能的样子。他晚年的状态很清楚，身弱、孤独、清醒。他知道自己活得不容易，也明白这辈子没有翻盘机会了。他不再争，不再求，也不再解释。那一夜的他必然是安静的，甚至是带着一点得意的，因为他终于可以彻底做自己了，不写应酬诗，不奉谁为主，不再假装热情。他或许坐在江边一整晚，背靠着船桅，手边是一壶旧酒，头顶是一轮旧月。他可能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默默看着水面。看着看着，忽然起身，伸出手，像是要碰那轮月，也像是在说再见。他知道那是幻影，但还是伸了一下。不是贪心，是礼貌。你陪我一生，该送你一下了。他没有死于幻觉，也不是突然离世，他死在一种心知其中的沉静中。他知道人生已至尾声，也明白结局本就无法设计。他既不求轰烈，也不愿平庸。最合理的版本，也许就是他在李阳冰家中睡前饮了一壶老酒，翻了几页旧诗，提笔写了几句，便倚窗小憩。灯火未灭，人已离席。李白的最后一夜已无从考证，但我们知道，那晚江边有风，屋内有灯，杯中有酒，天上有月。李白死后的第2年，唐肃宗下令整理诗人遗稿，一份传遍天下的《李太白集》诞生。全书分卷不多，却重若千钧。有人说，这本书才是李白真正的墓志铭。他在朝堂里被遗忘的那几年，诗在坊间悄悄传开。他被放逐的路上，每一首写下的句子，都成了百姓茶后酒前的谈资。他不再是那个浪子，而是那个诗神。到了后世，李白的诗反而被读出了更多层含义。有人从他写的“我寄愁心与明月”中读出离别，有人从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中读出希望，也有人从“举杯邀明月”中读出孤独。这就是李白的诗，不是强行共情，而是留足空间。他从不告诉你怎么想，他只是先把自己想清楚，然后摆在那里，供你自己对照。你看得越久，越觉得那是自己写的。他的文字没有门槛，这是他最强大的地方。他写诗像聊天，不跟你讲格律，也不铺设大逻辑。这种直白不是没文化，而是把文化用得太纯熟，简到极致就是深。后来的很多诗人也试图模仿李白的风格，可模仿的都只是表皮，写酒、写月、写远方，却写不出那个灵魂深处的孤。李白的诗其实不热闹，他表面高谈阔论，内里冷清如水。他是那个在人群里最放得开的人，也是在人群散尽后最不愿开灯的人。
他写诗时眼睛望着山河，心却挂着无人听见的寂寞。到了现代，人们开始用更工具化的方式解读李白。他的诗被拿来当素材，当文化符号，当教育文本。你可以在短视频里听到 rap 版《将进酒》，在咖啡店里看到李白的画像做成涂鸦，在旅游区的导览牌上读到飞流直下3000尺的译文版。它被包装成各种样子，但那份原汁原味的灵魂依旧还在。这是他的伟大之处，他把自己写进了语言体系，也写进了每个人对自由的理解里。他是一个词的图腾，是潇洒这个字的具象化。他没跟任何人签合约，但所有热爱自由的人都跟他达成了某种精神协议，你不低头，我也就不弯腰。1000年之后，回看李白的一生，你会发现他几乎没赢过任何现实的战役。仕途早早终止，感情反复失败，政治选择错误，晚年漂泊病重，甚至连死因都众说纷纭。但就是这样一个现实意义上的失败者，却在时间长河中站得无比稳。他没靠制度留名，也没靠权力立碑，全靠一句句打动人心的诗，把自己刻进了文化基因。他的成功不是因为诗写得多好，而是因为他写得太人，不是那种高高在上、精雕细琢的人，而是一个敢喜敢怒、敢爱敢恨的彻头彻尾的真实人。他有抱负但不圆滑，有才华但不世故，有热情也有脆弱。他的每一首诗都像是把灵魂掏出来给你看，不怕你笑，也不怕你不懂。很多人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剧本里，活得像一份流程图，安全却没温度。而李白活得像一团火，时而炽热，时而忽明忽暗，但至少照亮了自己。他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潇洒，他也挣扎过，忍耐过，期盼过朝廷能给他一个舞台。但一次次的碰壁之后，他终于明白，这世界不是所有人都能等来高光时刻，但至少可以选择发光的方式。他用诗写出自己的规则，用酒化解自己的不甘。他写抽刀断水，水更流，那是一种认命后的清醒。他写天生我材必有用，那是自我催眠后的自信。他写长风破浪会有时，那是无数个夜晚靠幻想熬过去的希望。他的诗不是正能量鸡汤，是苦酒对梦，是现实与理想不断冲撞后的残渣与光芒。他从不为自己辩解，从不对世人求理解。他的孤傲不是冷漠，而是一种极致的自持。他不抱怨制度，也不控诉命运，他只是选择用诗回应一切。所以他的死并不悲壮，也不戏剧。真正的结局不是某一晚的消失，而是你走后，世界怎么看你。他活得太用力，以至于他的句子还带着余温，哪怕隔着1000年，仍能烫到人。他没留什么人生建议，却用一生做了个示范。就算注定要输，也要输得漂亮。今天你站在他的墓前，风从江面吹来，月光照在碑上，碑是冷的，但诗是热的。你读一句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”，可能想起了奔波的一年；读一句“抽刀断水水更流”，可能想起了一个放不下的人；读一句“仰天大笑出门去”，可能想给自己一个重新出发的理由。李白没有教你怎么成为赢家，但他教你怎么不被现实磨平。就算不能做英雄，也别做木偶；就算不能走大道，也别跪着走小路；就算最后什么都没有了，也要留一句好诗，让人记住你曾经来过。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被压抑着、挣扎着、
渴望着、反抗着，李白就不会真正消失。或许你此刻也有未解的困、未走的路、未放下的人，没关系，李白也一样，他没等到世界给他掌声，就先干了杯中酒。他没被命运善待过，却始终没换过底色。你也不必总是成功，有时候把灯关上，好好睡一觉，就是对生活最大的反击。